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不一样的新闻。今天有一条新闻呢，在中国呢是有，但是呢不是特别关注的一条新闻哈。但是对美国可能这条新闻就比较重要哈，就是美国的洛马公司，它专利公开，它的新式武器啊，如同科幻大片。这个洛马公司说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头号的军火企业，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军火商啊，世界排名第一哦啊，军火巨头。它控制着世界防务市场的40%的份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正在购买的武器、正在装备的武器，有40%是由这一个公司所占有的，就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美国国防部采购预算的1/3就会来自于支付这个洛马公司的订单。那像我们举个例子，像美国的明星的战斗机 F-16啊、F-22和 F-35，现在已经部署到了亚洲。美国现在已经出口到全世界的这些顶级的五代机4代机、5代机，都是从洛马公司出来的。2018年的时候，洛克希德马丁是位列财富世界的500强的排行榜第200位啊。那么洛马公司它有不少的武器专利，它在不断的研发，所以呢，它目前它这个公司的专利呢多达6000多件，全部都是和军事技术相关的。专利呢主要是在美国或者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它的盟国来申请的。那么最近这些专利公开的一些这个新式武器啊，确实让人眼花缭乱，就像看美国的科幻大片一样。比如说有一个专利是公开了弹道导弹的早期的拦截系统，它非常有特点。这种导弹的拦截技术呢，采用了双舰艇的拦截系统，通过卫星远近不同位置的2艘舰艇的雷达，它是把天上的卫星的定位，还有呢就是舰艇上的雷达，比如它的驱逐舰呐，比如说它的其他的舰艇啊的雷达和传感器一起用来追踪，就天地联合呀，天海联合来追踪弹道导弹的轨迹，相当于增加了一艘舰艇作为预警啊，所以为这个发射拦截导弹的舰艇呢提供了更富裕的时间和更准确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第二个呢是专利号 US9971146的专利，它公开了一种蜂窝状的激光发射装置，每一个激光的发射孔呢都可以单独的控制，这些激光孔集束起来，就像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火箭弹的那个蜂窝状的发射管一样的，只不过它发射的不是导弹，不是火箭弹，而是激光。那激光的速度是光速嘛，是每秒30万公里了，所以呢，它比导弹快得多，可控性呢也比较强。好，我们这儿讲到的是定向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有很多种，有激光的，对吧？有微波的啊，有等离子的，等等等等。在这方面呢，我在这里想要讲的是，其实中国在定向能武器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早在大约30年、20多年以前，30年以前，我们的激光武器的功率和它这个产生的这种方式和它这个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其实已经是世界领先的了啊。这个据我所知，就是我猜测的，但是具体的我不知道。所以呢，激光武器，但是激光武器它有一个什么瓶颈哈？这个局座是经常讲到，激光武器啊，它因为是光，所以呢，它需要什么？它需要穿透。如果它遇到了大雾的天气，这个空气当中、太空当中或者是天空当中覆盖着这个水蒸气，甚至是雾霾，在这种情况下呢，激光的效能将大大减低，就完全达不到它的既定的那个标的。好，这是激光的第一个问题。激光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激光的第二个问题是，它需要它不像是这个导弹呐、火箭弹呐、炮弹呐，对吧？打在一个硬的物体上面，就直接它就爆炸啊，瞬间就产生了特别大的这种破坏力。但是激光呢，它必须要持续的照射某一个来侵的这个目标，几秒钟
或者10几秒钟，甚至长达30秒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激光你不能离开那个地方啊，对不对？就像是我们做饭一样的，如果中间有一个这个锅烧在那个灶上面了，啊油也倒下去了啊，噼里啪啦的，但是中间呢那个火突然断掉了，那么你再打开火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就下来了。所以呢，同样的道理，激光的第2大弱点呢，就是它要持续发生作用，而且它得不断的锁定，它还不能移开，它照射的那个点，它就必须在那个点上打穿，来灼烧它才能起作用。所以激光好是好啊，它速度挺快的，但是它毕竟就是光线，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是穿透力。一个就是持续作用的时间。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武器已经朝着高超音速的发展方向了，对吧？中国已经部署了全球第1个实用化的武器，高超音速的东风17。这个高超音速能快到什么程度？5马赫就是5倍的音速以上，它就叫超高音速。那甚至可以达到20马赫、30马赫，对吧？可能还会持续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延展去开发呀，速度还会更快。那在它移动的时候，它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你就很难捕捉。如果是激光武器，你就很难，导弹都很难捕捉。第一是很难捕捉它的轨迹，第二，激光武器还要持续在这个飞行器上的某一点上面发生作用，才能够把它摧毁。这么快的速度，它就很难跟踪了啊！这是它的面对现在的这个武器的现代武器结构的这种快速的飞跃发展和改进这个激光是有问题的啊。但它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像火箭管一样的发射激光，可以单独这个打出去，这个又打出去，它肯定是有某种作用的，很像是在这个星际航母这个我们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武器。还有它的专利号 US9778006B1的专利公开了一个小型的深海榴弹，它可以实施深海的爆破。这个炸弹中心的材料呢，可以和水进行化学反应，那就很厉害了。看上去这枚炸弹跟平常的炸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是小型的深海榴弹。那么可想而知，它既然是榴弹的话，应该说它的成本不会太高可以到深海当中去爆破。那我们现在关注到，这个武器，一个是往太空延展，另外一个呢是往这个深海延展。所以中国这次在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展出了它的无人深航的那个深潜的那个潜航器，那个很厉害，它可以在深海里面无人驾驶。为什么说很厉害呢？就是说呢，你知道深海，你不要说深海了，就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都无法在水下跟我们的手机通讯，这个很难，水下几米就很难。如果在水下几千米还能够跟陆地上或者是海面上的船舰，甚至跟卫星来进行取得通讯的话，这个就非常的不得了。但是中国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部署了无人潜航。它既然是无人的，它就一定有通联。它没有通联，你怎么控制那个无人那个深潜器去操作呀，去运作呀？它怎么跑起来呀？它朝哪个方向跑啊？而且这种通联方式呢，还不是一般的通联方式，朋友们，对吧？它还要通过几千米的这个海洋海水跟陆地跟船舶来进行实时的通联跟卫星，对不对？你要开这艘这个开这艘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话，你得很短的延迟，你才能控制它，要不然它把信号发出去，你还没收到信号，它已经撞到那个礁石上了，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了，是实时的通联，很牛逼，我告诉你们。所以说到它的深海榴弹，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这个潜航器，它这个榴弹就是来制约来制服、来轰炸这些深海潜航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些东西咱不知道，不能乱说
还有这个水下发射无人机的系统，它是通过潜艇可以从水下发射无人机，无人机技术现在中国是老大啊，水下发射、水下潜航都能实现了，所以水下发射无人机这个问题不大了。我们对比一下，潜艇发射无人机系统啊，它最难的是什么？是这个潜艇它下沉之后啊，是吧？否则它在这个海面上你就不用它来发射了，那有的是船发射。它发射它用什么方法把这个浮起来，然后到了水面之后，咔咔咔，可以这个升起来，这个很难的啊。接下来它也申请了不少的这个民用的装置。比如小型的核聚变发动堆，这个很有用，但是核聚变据说中国也是走在前面了，对吧？核聚变这个核聚变反应堆啊，能够像发动机一样，它安装在飞机、轮船和汽车上充当引擎。那我们看到那个俄罗斯的一个破冰船，它使用的就是核动力。核动力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无限制的，只要你的这个舰船它的这个零件不发生问题，它动力不是问题啊，它不用补充什么，它长时间可以不用补充油啊、煤啊，或者是 whatever 其他的什么任何东西，对不对？它就是用核动力嘛，就是一直可以这样运行下去。所以据说呢，俄罗斯现在呢正在想把这个核动力呢安装在它的导弹上面，安装在它的火箭上面，那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意味着那个火箭可以在太空当中不断的飞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我现在就可以打出去，有可能我打到太空之后等5年呢，等5年我可能才起到个什么作用，我再让它一猛子扎下来，对不对？再像那个叼那个鱼的那个老鹰一样的，唰从那个太空当中，它有动力啊，它甚至在大气层里面它可以不断飞行啊，这个震慑力多强啊！突然那个巡航导弹就在你头上经过一次，每天24小时经过好几次呢，对不对？它这个速度又那么快，它不需要补充动力，它动力用不完，相当于近乎于用不完。所以这个核聚变的反应堆用在了飞机上、轮船上、汽车上，这个很厉害，而且民用很厉害啊。我们现在很头疼啊，跑个几百公里，对吧？就那个车好点的，特别省油的。装一箱油，跑高速公路能跑个800公里、1000公里的啊，跑市里面那个符合路况，这个混合路况它不行，它就得加油啊，你得去找加油站呢。虽然到处都有加油站，可是它不如什么呀？这车上这么一玩意儿，像个电池一样的，它是一个核聚变反应堆，它永远不用加油，你随便开吧。那石油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因为很多石油都是汽车。它生产成汽油，汽车在用啊，对吧？有了这个核聚变装置之后，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我随时可以旅行，我开着车到欧洲，对吧？我可以不用加油了，所有加油站都可以，就可以那个了，都可以废弃了，对不对？成为人类的文明的历史遗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厉害，核聚变反应堆，这都是这个大国们现在正在突破的技术啊。中国的核聚变跟太阳一样的那个小太阳啊，已经不断的它的聚变产生聚变，像太阳这样的聚变没问题，能保持多长时间是个问题，能保持1秒钟呢、5秒钟呢、10秒钟，还是能长期的，这叫可控性。你怎么控制这个核的聚变，对不对？你能控制住了，你就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了，控制不住，但它就产生不了作用，对吧？现在中国在这方面，据说啊，也是什么道听途说，据说是走在前面的，而且马上还会有更大的这个小太阳、大太阳啊，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还有，它还生产一个尿不湿的安全带，这个安全带可以全方位的保护乘坐人的安全，乘客也可以站立。这个看上去就比较简单了哈，对洛马公司来说，这真的是小菜一碟啊！
不过呢，有多少人开车和坐车的时候，或者站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上公交车，大家都忙爹的把这个安全带穿在自己的身上，这真的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安全带非常有用，得系好安全带。好了，那我们说到，大家都在关心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申请的这些专利要公开呀？那马斯克他就说了，他就不公开呀，他的专利都不公开啊，他担心有其他国家、其他人去模仿啊。难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不担心吗？其实啊，他这些装备啊，他公布出来的都是军用和民用，它是防御性的，不是进攻性的武器啊。你看刚才那个他炸那个潜艇的也好，是这个激光武器，它都是防御性的，是吧？你入侵，他想办法把你打下来，它是防御性的，它是军民两用的。所以呢，这种防御性的武器呢，用来攻击的可能性小，而且这些系统的基本构架是非常容易推断出来的，其他国家其实也掌握了的哈。所以呢，他就要参加，因为他的生意比较大嘛，全世界40%，很多军火要参加国际的展会，所以基本的架构是无法隐藏，他得拿出来，要不然谁买它呀，对吧？所以他被迫申请专利，申请了大量的武器专利。但是这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目前这些专利是不会到中国来申请的啊，因为这是两个系统啊，互为对手。美国人把中国人看成是对手，是敌人，所以他不会在中国申请这些专利的，不会的哈。但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呢，他也不会对外去公布的。这个所有国家都一样吧，是吧？我们要公布这些专利，那也只是在国庆阅兵的时候啊，一批量全拿出来了，对吧？跟 B2可以看齐的这个攻击11，这个无人机，我们现在无人机轰炸机是无人的啊，以后很多东西都是无人的，不会采用有人去控制的啊，那个是大费成本呐，也费空间呐，有给人造的那个空间，不知道又能装多少枚巡航导弹啊，或者是高超音速发射器发射出去了之后干什么用不知道，不太清楚哈。所以呢，我们经过对这些专利来分析啊，就可以发现洛克希德马丁最重要的雷达系统的发明人，竟然是位华裔啊，他的血缘是中国人。哎呀，真是这金子啊，到哪儿都能够放出它的光芒啊！